假面骑士 ZZZ 当初在剧场版先行客串登场变身的时候，大家实在是被油到了，感觉男主像油腻加强但是帅气不足版的假面骑士吉狐服侍鹰兽。不过正片开播之后这几集，虽然变身还是抹嘴唇，但是男主挺有少年感的，没有客串看起来那么油腻了。虽然现在不知道将来完结的时候会不会烂尾，但是目前的剧集真的挺好看的，完全不输于假面骑士01和假面骑士吉狐。但是热度却远远不如了，观众们快回来吧！万金墨在正片里很帅的，女主宁梦在不同梦境里的换装秀也很可爱，打戏不管是拳脚动作还是结合梦境主题的抽象特效都挺有趣的。除了编剧高桥可能三观不正后期烂尾以外，能出什么问题呢？大家快回来看特摄吧！顺便吐槽一下，上一部假面骑士加布和最近上线的假面骑士迟奇，在平台有 AI 增强的 4K 60帧版本，但是就是假面骑士 ZZZ 没有。假面骑士 ZZZ 第7集，天才编剧高桥依然正常发挥。每一集的开头，万金墨都会说特工是自己的梦，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。但是我觉得可能特工才是真实身份，现在的所谓真实世界是一个梦，所以宁梦才能昏迷4年，却持续出现在各种广告里。诺克斯认识特工7，并且说终有一天你会回忆起自己内心的噩梦。万金墨倒是没怎么受影响，快速解决了2个假面骑士活2集，去监狱顶楼找女主宁梦，但是还没到就睡醒了。警察告诉男主，4年前宁梦就出车祸重伤昏迷了。万金墨去宁梦的经纪公司找社长对质，社长承认在梦里见过万金墨，自己就是梦境之主。宁梦出车祸之后始终没有醒来，还突然失踪了。社长隐瞒了消息，因为宁梦去世的话，很多国民会丧失奋斗的动力和梦想。大哥，你有点抽象啊！难道克里斯吴进去踩缝纫机之后，追星女孩就失去了动力和梦想，引发社会危机了吗？而且你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消失了的宁梦还能接演这么多电视广告，是不是用梦魇的力量改变了现实？在梦世界，诺克斯点破社长梦境的最后一个门，是代替出车祸的宁梦去死。万金墨给自己定下任务，保证找到宁梦，稳定了宁梦和社长的情绪，使出新胶囊投影参战，就是涌动加了个披风。不知道这种派生形态加上小配件的算不算独立形态？万代卖塑料小人的时候会不会良心一点，把同一个宿敌的小配件都附属了？现在隔壁奥特曼沉迷于公式化打戏，而假面骑士从去年的加布开始，经常想办法制造之前没有拍摄过的整活。虽然特效合成出来挺假的，但是还是很吸引眼球的。电模式，枪模式，投影。投影，一个人无力拯救他，那就多来几个人。投影。最后嘉豪出来说，你早晚会明白那股力量的代价是什么。现在还看不出来嘉豪说的代价。宁梦的身体原来在嘉豪手里，充当引导噩梦的力量，应该是因为作为孤儿的宁梦其实有特殊身世，